这段路呢是叫 DT746省道，这是平阳省的一个省道啊。这条路上那个工业区特别多，前面是南新渊。我今天是去同奈，像这样的路呢，大概要骑20公里。现在是早上的8点半，上午8点半。这路上平时啊，如果说不是这个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路上车辆极少极少的，只有大货车。平阳省呢，在越南它是一个相对是平原吧，相对是平原啊，也有一部分小的山丘，大多数都是平原，但是也有一些丘陵地貌。这边农业呢，我老魏走到那个路上，经常可以看到稻田啊，还有那个橡胶树啊，这边种了很多橡胶树，有时候老魏会看到那个橡胶树林。今天在路上可能是没有，它在一些偏远的地方有一些路啊，有一些土地就种植了很多这个橡胶树。平阳是在越南改革开放中走在最前面的一个省，所以它的经济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在农村里面有很多房子修的都很漂亮。啊，这里酒店、餐厅啊比较多。在越南的餐厅呢，和中国餐厅有很大不同，就是它一般只做晚上的生意，早上和中午都不做。那早上呢，一些卖粉的生意，早上卖粉的、卖这个面包的，像这样的，中午也会做一点快餐。这是卖彩票的，哇，这里这么多卖彩票的。在越南呢，卖彩票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我们去别的餐厅吃饭的时候，会有很多这个卖彩票的残疾人过来，也有一些是正常人啊。当然一般正常人我们是看不懂，不会买彩票。有时候残疾人我们会给点零钱。这条河流老魏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像这样的乡村道路我是比较喜欢的，车比较少。这是越南普通的一个小村庄。这里还有一个小园子。这两边都是农田啊，这里种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作物。这种农村的小道啊，空气也比较清新，走路、骑摩托就比较舒服。被导航坑了。这可能是新修的大桥，前面应该是一个比较小的小桥，可以直接向右拐。现在没有路，我再绕回来。
然后后来重新走这个桥过去。这桥在修啊，应该是已经修了一边了，这边也在准备在维修，桥墩已经做好了，所以现在我要重新倒回去，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就是同奈河，但我不知道刚刚桥叫什么名字。啊，我想走这个小路绕一下就好了。走这小路绕一下，应该能绕到桥的那个上桥的地方。走这条路就对了。前面有一个新修的马路，可能以前是一座很小的桥，现在那个大桥修起来以后，这谷歌地图没有更新啊。啊，这条路沥青刚刚铺的。啊，一股很浓烈的沥青的味道。这就是越南啊，越南现在到处在搞基建，有很多路都是规划好了，然后你不知不觉的它就修好了。我们在一个越南的餐厅聚餐，那客人以后啊，是老魏的客户就把我带到这个越南餐厅。这个餐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但生意非常好。它每个包厢就是这种裸露在外面的，就是一个棚子。来这边就餐的人也特别多。中间还有一个小池塘，后面是一条大河，风景特别好。所以越南人对这个吃饭喝酒的地方，风景啊、环境啊，有特别的讲究。这边的饭菜应该比较简单。餐厅的对面有一条路，这中间隔了一条河，我们也是绕了好远才过来。这宝岛的小餐厅啊，吃饭，我们继续赶路。昨天跟朋友吃饭的时候聊了一个事儿啊。就挺有意思的，我觉得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有一个中国老板在越南开餐厅，后来跑路了，也逃回中国去了。但是他本身就是偷渡过来的，来到越南。本来是老婆在越南又找了老婆，然后做了餐厅，事业上非常成功。但是后来跑路了，我就问我朋友他为什么跑路，然后我朋友说他这个餐厅啊，他就找了很多人入股，找很多人入股，就是说。他刚开始餐厅的生意挺好，然后入了很多人入股，就是拿10万20万入个10%，这样的话找着好多老板去入股，那这样的话他这个餐厅实际上就已经是一个餐厅卖了好多份那后来呢他在这边就是赌博，然后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嘛，就把这个钱全部亏掉了，包括餐厅的盈利都亏掉了。那刚开始他是从国内偷渡过来的时候，是比较的，就是遵守法律法规，然后比较克己的那个。后来赚到钱了，开餐厅赚了不少钱。赚到钱以后呢，那就开始赌博。在海外染上恶习以后呢，实际上就预示着这个人慢慢的就开始走下坡路或者变坏了。那从另一个角度讲呢，如果说在越南工作生活，如果有朋友在给你介绍，介绍一份就是说比较赚钱的生意，或者是想拉你入股合资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你就要想一想了，他为什么不做？如果生意很好很赚钱，他为什么还要拉上你？所以这个大家今后一定要引以为戒吧。那如果说你身边有朋友在海外，比较喜欢赌的，比较喜欢这种或者吸的比较喜欢吸毒的，那这样的朋友你应该远离他，他哪天就会害到你。现在我是从这个同奈回平阳，这一路上风景是不错。
啊，这条路我不知道是不是来时的路。我觉得越南的农村啊，它这种电线撕拉乱接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包括很多工厂的线，我感觉都很乱。这个如果说能稍微改进一下，会少了很多事故。越南的火灾发生频率很高的，几乎每年我们都能在微信群里面啊，这就是中国人的群里面看到，越南哪里失火了。而且越南每次失火都带来的损失比较大，因为很多东西都比较干燥。虽然说越南雨水比较充足，但是越南的空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燥。